女人想离开小镇参加女儿葬礼，却被居民们强行拖走吊了起来。而警长黑哥更是在众目睽睽下抹了她脖子。可居民们非但不阻止，反而拍手称赞。黑哥大声说，想离开小镇的人就是这个下场。目睹这一幕的特工贝克惊呆了。他和女人贝弗利本来准备一起离开，只是他侥幸在追捕中活了下来。他知道黑哥刚刚大声说话是在警告自己别再想离开，但贝克却并不想买账，他准备再次逃离。很快他发现小镇里会定期进来运输食物的车子，于是他悄悄躲进了车里，随车离开，以为自己逃离了小镇。可车子只开了一会儿便停了下来。贝克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车库，还没看清楚周围，远处又驶来一辆车，怕被发现，贝克只能慌张躲避。突然他发现了妻子的车，来不及多想，他急忙钻进车内，看着车上自己和妻儿的合照。他正思索为什么妻子的车会出现在这里，突然他被人扎了一针，原来是黑哥追到了这里。贝克奋力逃跑，却因为麻醉剂药效发作晕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贝克才醒来。这时旁边电话响了起来，里面告诉贝克，他的妻儿也出了车祸，现在刚出院，预感家人可能有危险。他冲到医院，可护士却告诉他妻儿已经去了贝克的新家，让贝克来是想警告他。贝克急忙往家赶，在这里他见到了妻儿。原来妻子大美因为贝克许久未归，而且联系不上，担心出了意外，就开车来小镇找他。半路上被警长黑哥拦下查酒驾，随后就发生了车祸。再醒来，两人就到了这里。大美不知道的是，正是黑哥把他车油箱做了手脚，这才导致了车祸。而贝克也敏锐地察觉到事情有蹊跷，他让两人留在家，别出家门一步，然后就到了警局。他警告黑哥离自己家人远点，否则就不客气。黑哥不以为然，说着还用自己的枪来威胁。眼看两人又要大打出手，这时一个神秘电话打来，护士接听电话，然后告诉警长，那头人要他事情到此为止。警长瞬间作罢。贝克也意识到黑哥背后还有一个更大黑手在操控这一切，贝克只能先回家。在门口他见到了戴帽子的前女友安娜，安娜示意他进入树林，然后他告诉贝克想活命就别调查了，他根本逃不出去。贝克直接拒绝了他，转身离开。可回到家他发现妻儿不见了，桌上只有一枚戒指。原来他和安娜进入树林被儿子汤姆发现，汤姆立刻告诉了母亲大美，大美误以为贝克来这里玩失踪，是为了和安娜撕毁。与此同时，大美带着儿子拖着行李箱离开，黑哥很快追上了他们，两人撒腿就跑，却被高墙电网拦下。黑哥慢慢逼近，他一拳将汤姆打倒，塞进车子，然后正准备抓大美。危急时刻贝克赶到，他一个飞扑，然后就和黑哥扭打起来，但贝克不敌，很快就被打趴下。黑哥捡起枪想杀了贝克，因为贝克来到小镇这里就麻烦不断。突然看黑哥被撞飞，贝克捡起枪走向黑哥。贝克觉得他在吓唬自己，直接给了黑哥一颗子弹。他找到遥控器打开出口大门，可就在他上车时，黑哥尸体被一道黑影叼走了。大门内竟在此时传出了嘶吼。